各位好，欢迎来到27玩家。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小米14 Ultra 这个手机适合用的这些手机壳。我换了这个小米14 Ultra 之后，选择手机壳我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于它这个凸起的这个摄像头，导致呢我原来用的这个车载的小米的这个充电器，它没有办法使用。其实你硬要用也能用，只能是这样使用。在这样使用的时候呢，它是会充电的，但是这个下边呢就放不上啊，因为你如果开车的话，你这样子单手操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每次过来它打开你放上，这又放不住，哎，又要往上推，这里就空着，很影响我正常的这个使用。当然我看网上也有卖那种配件，这里放一个支架，就可以让这个手机每次呢就有这样一个限位的东西，是一个 3D 打印的这样的一个支架。那为什么我不能用这种支架呢？因为有的时候我的车可能是我老婆开，如果换个人开车呢，他并不用小米手机，是 iPhone。那么 iPhone 如果想要在这上面充电呢，大家可以看啊，就一定要放到底。如果你把这个 iPhone 大概这样的一个高度用这个支架支起来的话，那么它就不在充电的状态，这个就让人觉得很郁闷。小米的这个充电器就没有办法适配所有的手机。那么我就突发奇想，一个解决方案是用苹果的这种 MagSafe 的车载的充电器就可以充电了。那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小米这个手机啊，虽然它也放上也会被充电，但是它并没有磁吸，它是吸不牢的。我们假定这是一个车载的充电器因为我车载充电器在车上，我用一个台面的充电器来演示一下吧。可以给它充电。它原厂就吸不住嘛，吸不住的话，我肯定就是需要用一个手机壳来补充这件事儿，就是 MagSafe 的手机壳。于是我就先去买了这个是一个什么品牌，叫这么一个英文，挺便宜的，大概几十块钱。装上之后呢，确实，它就可以很稳定的吸附，就可以用一个 MagSafe 的车载的充电器来实现这个充电的功能。但是这个手机壳呢，看起来不是很高档跟这种原厂的这种没有办法比。这两个都是原厂的壳，那么这个是黑色的它是这种编织的。原厂的壳确实是好处比较多，你可以换这种不同的这个环儿，还可以让它看起来看起来外观更漂亮一点。这是一个淘宝上买的，是第三方的红色的一个环儿白色配这个红色还是蛮好看的。这个摄影套装里带的一个备用的环儿，不仅可以用环儿，还可以转接滤镜、柔光镜ND 镜这个也是蛮好看的，配这个黑色。而且这个橙色它就是索尼的全画幅的相机那一圈才有的颜色。这个橙色和这个手机壳相得益彰特别是在装入这个手机的话，就更加的严丝合缝，而且手感也不错。而且它可以兼容小米的充电拍照的手柄，确实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它就是没有磁吸，所以我在这里贴了一圈隐磁的磁铁，那外边是皮的嘛，然后这个是这种编织的，没有办法贴住，所以我就把它贴在里面。那贴在里面怎么样呢？它确实是也获得了一定的磁吸力，但这个磁吸力确实是有点小特别是如果你用在车载的充电器上的话，它有的时候可能一颠就掉了这个很让人郁闷。所以我又去买了这样的一个手机壳，这手机壳大概60-70块钱，有这个 MagSafe 的功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装上之后，这个旁边呢，它跟这个原厂这个就没有办法比这个做工，还更宽，而且这个按钮不好，这个环呢也没有办法换。它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兼容这个手柄，但是所谓的这个兼容也是通过我的加工来实现的，就是它的这里原来呢它是一圈都有亮的，那我是硬用刀把那圈塑料擦掉，然后用高温把这里做了个收边处理一下，处理的不太好，才能做到卡住这个手柄的这个开关而且呢，它在大力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承受得住。当你用力，我们东北话叫往外薅就是往外拽的时候，它还是会掉。所以这个呢，虽然它有磁吸，外观也看起来差不多我是把这个淘汰了。这种大家千万不要买，这种是很垃圾。然后呢，我就想算了，我就不追求这个原厂的这个外观了我就又买两个比较好用的一个就是这个呢是宇舶的一个牌子，叫充电宝。
这个手感还真不错。说实话，这个我还挺推荐的。而且这个 MagSafe 嘛，磁吸嘛又很强，而且贴上之后，这个充电宝啊什么都不会晃啊。这下边有这道磁铁，所以这个还真不错。而且这个非常便宜，这个好像只要20块钱，在拼多多上。这种颗粒的按键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金属啊，有点像金属，但是现在嘛，现在这个世道也说不准，这个东西谁知道是金属还是？但它的保护呢是差一点的。你看，我这屏幕虽然是贴了膜啊，但是整个屏幕是凸出来的，所以这个包括这种硬壳的材质，其实它的坠落的保护呢是差很多的。我还是不满意，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能呢，只是添加一个 MagSafe 的功能，好像也没什么意思，虽然它感觉挺精致的啊，于是我又买了这个可能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壳了，这个壳要200多块钱，是一个牌子的，叫头拉丝这个牌子的，它跟我之前用的 iPhone 的这个壳是一个牌子的，就它们的特点也是一样，就这种磁吸的这个支架环啊，但这两个环呢有些不一样，就我这个 iPhone 这个呢是这样转的，它是这样转的。它很大程度上你是可以满足立着用啊，或者横着用这样的功能的。而这个侧边的按键呢，也是这种比较简陋的，就还是没有这种原厂的这种金属的质感要好。那我又把它我把手机装上，大家看一下吧。这个呢，就感觉手机会变得更厚重。好处就是你随时随地多了这么一个支架，吃饭啊、看片啊就比较爽，特别是一个人在外边的话，你就等于多了个手机支架，所以这个功能我还是可以的。但是兼容这个原厂这个充电手柄是想都不要想。所以今天呢，我就痛下决心，我就决定说把这个方法做到极致，就我只要在这里开一个槽挖进去。因为我观察这些手机壳，也就是在这里开个槽，然后把磁铁内置进去。那么我能不能也挖个槽，把磁铁内置进去呢？于是说干就干，我今天就把这个黑色的这个拿来改装了一下。那么我先用笔沿着原来我粘好的这一圈磁环画出痕迹，然后待会儿呢我就按照这个痕迹来把这个手机壳加工出一个凹槽。由于我打磨的过于认真，所以素材拍的都是后脑勺。我清理一下灰尘看一下发现我这个手法还是不是特别好加工的这个痕迹看起来跟狗啃的一样。然后我找一块小磁铁试一下，看看它的尺寸能不能装得下。这里我补充一下，我是用这个电磨配的它默认的这个头来做的。那试过之后呢，我就继续把这个槽开到结束，就把所有的槽一次性的都开好。然后这里的我换了一个钻头，我又去打磨了一下，然后清理一下灰尘，就把磁铁贴上试一下。那么这个磁铁在贴之前呢，千万要确定它的方向像这样是反的这个方向就是对的。那么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把它直接揭开贴在上面应该就可以了。那我现在就把它揭开，然后贴在上面。我这个手法不行，磨的呢有点过度，就宽度和深度有一些地方都没有磨好。好在这个壳呢，它的背面是这种尼龙的织物的。那么为了它这个壳的本身的这个强度呢，我就不要这个小尾巴了。然后另外我也切掉了几块，等于我这个口开的呢不是一个环形的，而是一个C 型的开口特别小的 C 型。然后这里少装了几块磁铁，然后我又在这个缺口处呢补了一点磁铁就完工了。由于我手法的问题这个深一下浅一下，有的地方确实打磨的过深了，所以导致这个壳上面呢背面呢是可以看到一点点痕迹。那我们接下来把手机装上试一下吧。那手机装上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效果还可以吧有一点点的痕迹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手残呢所以我打算下一次磨那个白色的时候可能想想办法或者装一个限位台。那我们把手柄插上试一下这个适配还是跟原来一样是完美的那现在基本就算是完工了吧我再拿到外面去车上试一下。那么改装完之后呢，
由于这里我考虑这个手机壳的强度啊，还有一个我手艺的问题，那我就缺了3个磁铁啊。但是虽然缺了这3个磁铁呢，我发现它的这个磁吸力还是很强的啊，比这个之前的这种是要强了很多很多啊。也不敢说完美吧，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分享给大家说啊，如果你手头刚好有工具的话，你是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方式啊去改装这个手机壳啊。但是我这个改装之后可能位置有点偏移，所以这个原厂的这个充电宝啊，就苹果原装的这个充电宝啊，不太适配，不太好使。但我用这种第三方的这个 MagSafe 呢是很支持的，所以我现在车载呢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上车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看。那么我们到车上来试一下啊，就先试一下这个我改装过的这个现在看着有一点痕迹哈。这是一个第三方的车载的充电器，是苹果的这个 MagSafe 的啊。它平时呢给这个苹果手机啊用这种手机壳很牢固啊，是我这种第三方的手机壳。如果我用这个的话，看看啊，这是我刚改装的，也是很牢固，但是没有那个原厂的那种更牢固，但是这个牢固度已经我觉得是可以使用了哈，这样弄它都不会掉。就好在这个壳啊，它这个背面这个东西摩擦力还挺大的，就因为它其实这种就只有一个圆形嘛，所以它少了一块，就少了下边那一块，所以它其实理论上来说容易这样转啊。但可以看啊，这个东西现在已经被我这个带着转，就是因为这个摩擦力还挺大的。那如果我用这个我只贴磁片不开槽的这个呢，它的吸力就会小很多。我把这个装上之后，然后我试一下，就它也能吸，但是它虽然能粘住也能充电，但是你看只要你轻轻这么一碰，轻轻这么一碰它就会掉。所以可见啊，我的这个改装啊确实是使这个吸力更强更大了，但是这个做工确实是有点不堪入目哈。但是反正能实现功能嘛，装在里边反正也看不出来啊。就是我刚才开槽的时候有点着急了，弄了这么一些痕迹，这个痕迹如果能去掉的话就完美了啊。现在就是不完美，这个迎着光还是很明显的就这样吧。那么如果你有这个原厂官方的这套东西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因为这个手机壳其实是有单卖的，你哪怕把它弄破了弄坏了也无所谓，因为你看我就单买了这样一个白色的，你可以再去单买一个这个黑色的，弄得有一点痕迹嘛我觉得还行，不是特别的明显，还能用一用。那如果我们出门的话，或者在外边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原厂的这种连接确实是稳定的，比这种副厂或者我见有人用这种塑料壳，然后这里也是开了个槽，可以连接这个手柄的。但他们始终有个问题，就下边这个 USB-C 这个口你看大家看原厂的这个设计呢，它是这里有一个专门包着这个手机壳的边的，所以原厂下边是这样裸露的。如果你像这种壳一定是这里是包边的，就会导致这个 Type-C 的接口这个插头插不到底。那插不到底的话，那它肯定连接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就可能突然松了紧了的。而且这种壳子毕竟它的材质虽然说硬，但是大家可以看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弹性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手机不论是保护还是功能性，这个方式是可以采用的当然是你得手艺比我好，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改装这个壳。那如果你没有这种，你也没有手艺，你也不想改装，或者你也没有买这个拍照手柄的话，其实这拍照手柄呢用处也不是特别大，所以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我认为图拉斯这个壳现在我日常用下来确实也是不错可以完全的这个包裹，无论是个保护性功能性我觉得是做到了极致，就是有点厚有点大。那么图拉斯一直也都是这个范儿就是我这个苹果也是套上这个图拉斯的壳，大家可以看也是厚了很多但是它的保护还有这个磁环的功能
确实是好用。总体上我推荐的这个壳呢，因为它很便宜，大概40-50块钱。如果你单单的不需要支架啊，只是需要保护和磁吸的话啊，我觉得这个叫奈斯吧，这个牌子，这个我是推荐的。这种壳呢，就这种仿官方的，然后说是兼容这个充电手柄，但实际上呢，兼容性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我是不推荐的。包括这种硬壳啊，这个硬壳如果你不用官方手柄的话，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但是其实它的手感是比这些都要差的啊，它比较滑。所以这个呢，我自己用下来，就是它的精致感有余。就夏天如果你不常看手机，拿着用一用也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它由于滑嘛，所以你拿着它拍照总是不是特别舒服啊。这个是我的一点个人的看法。当然有人很喜欢这个壳，那我比较推荐呢，夏天你可以用个浅色的官方的这个壳，稍后再买一个磁铁，我也会把这个也改装一下。那我到时候改装完了呢，再发个照片上来，看看会不会像这个改装的一样。在200多元这个价位，我其实还是推荐这个的。如果你不用摄影手柄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一劳永逸嘛。这个表面是皮的，这一圈呢，它两边是更宽一些，这种黑色的塑料软的这种做工。这个不论保护性还是功能性啊，做到了极致，其他就没有了。小米官方这个手机壳，如果能出一个磁吸版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我不知道是因为版权问题啊，还是什么问题，这个手机壳其实哪儿都好，就是没有磁吸。另外就是小米如果能改进这个充电器，它把这个充电器加一个装置，或者下边就没有，或者网上有卖那种第三方的就一个 MagSafe 的圆的，然后两边2个夹子啊，那种也是同时兼容小米14 Ultra 和苹果手机啊，那种车载充电器，如果你换个那种充电器的话，那么这个壳你不改装就没有 MagSafe， 这样也可以用。我觉得如果有厂家能够1比1的复刻一个小米的这个原厂的这种手机壳，并且把它加入 MagSafe 的功能啊，我是很愿意买单的。好了，就说到这里。如果你看到这里请你点赞关注一下，谢谢大家，我是大宇，再见。